此时此刻，萧炎看到大咒九界都处于了快被毁灭的边缘，每一个世界的壁膜开始逐渐的碎裂，咒海的巨浪也是疯狂的涌入九界之中。随着咒海的涌入，九界顿时间发出震动，天崩地裂，出现万丈高大的海啸，对着其中的无数神之大陆疯狂的毁灭而去，就连空间都被震碎，空气也被吞噬，其中所有的生灵万物都在这一刻彻彻底底死去，就连那些死去强者的灵魂神魂都无法进行轮回，因为一旦被那黑暗气息侵蚀后，不管是神体还是灵魂神魂都会被侵蚀消散，没有任何生存的几率。战斗还在持续，不知道那几位无上大战的暗黑虚影持续了多久，结局如何谁也不知道，因为到这里那所有的信息已经全部吸收完。看来无量神山之主给的信息也没有那么详细，但只要比上次借助灵动的时间，祖父回到过去看到的那场毁灭之战确实多了很多信息。只不过除了那2位施展原始法身和祖父的无上大能之外，另外3位无上大能是谁？而且在这信息中并没有记载他们的身份信息。前辈，刚刚那些就是天古浩劫吗？萧炎也是从震撼中慢慢的恢复过来。无量神山之主点点头道：正是。那一场天古浩劫之后，几乎所有的万物神灵皆是战败战死，并且都无法进行转世轮回。那恶魔给天古纪元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啊！这恶魔就是暗黑大帝吧？萧炎虽然知道那暗黑虚影的身份，但还是要印证一下。无量神山之主叹气一声，然后脸上写满了那时候的绝望，缓缓的道：正是此前想要破封的恶魔。听得无量神山之主这么一说，看起来还真的是暗黑大帝了。但令萧炎想不通的是，为何那几位无上大能对战时都有一位暗黑虚影与之战斗？难道暗黑大帝并不是只有一位？前辈，暗黑大帝究竟有几位啊？从刚刚那信息来看，暗黑大帝似乎都对战了一位无上大能。萧炎对这问题上倒是有些疑惑。暗黑大帝只有一位，而你看到那几位无上大能对战暗黑虚影，乃是暗黑大帝本尊所分化而出。暗黑大帝本尊所化而出，仅仅只是分身都那么强大，能够抗衡无上的存在。萧炎震惊的表情尽收无量神山之主的眼底，知晓其心中所想，然后继续说道：并非是分身，而是那恶魔的一道恐怖秘法，能够分化出几道与自己一模一样的本尊魔体，其实力也是与本尊魔体一样强大，而且只要其中的一位本尊魔体没死，就能够无限复活，而且每一次的复活，其实力都会变得比之前更强大更诡异，所以那几位无上大能才联手对抗这恐怖又诡异的恶魔。竟然还有这样的恐怖秘法，能够分化出与自己一样实力的本尊魔体，而且只要其中一位本尊魔体没死，就能够无限复活，实力更上一层楼。为何会有这样的一个恶魔？简直就是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一个东西存在。这恶魔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原本就已经被暗黑大帝的恐怖至极力量所折服，此时一听到只要复活一次，暗黑大帝的实力也会更强大，心中的震撼更是不断。此前我也是从一本神典中得知，暗黑大帝所施展的力量并不大咒中的，而是来自于咒外。至于是不是真的来自咒外，也并没有记载。但那神典中所说大咒诞生期间，这恶魔就一并存在了。还有一点可以知晓，这暗黑大帝侵占大咒9界，好像是为了引出苍穹神域。苍穹神域，对于这4个字，萧炎显然非常的陌生，脸上浮现出疑惑不解的神色。前辈，小辈不才，能够连暗黑大帝这样的存在都想要引出这所谓的苍穹神域，它究竟是什么？无量神山之主听了也是摇摇头，不过也是将那本神典中所记载的所有信息都讲给了萧炎。那本神典中也并没有明确的记载关于苍穹神域的信息介绍，单从记载信息来看，恶魔能够以一己之力对抗那几位无上联手的毁灭攻击，这等的存在竟然都想要引出苍穹神域，就足以证明这个怕是大咒的最终秘密了。虽然有些失望，并没有得到有关于苍穹神域的相关信息，但是从那本神典中的介绍，得知了大咒中还有这等的最终秘密。至于是什么秘密，目前萧炎根本不知道，不过他相信日后自己只要变得更加强大，所有的秘密都将会水落石出的一天。而且从苍穹神域这等震撼的信息了解到，同时也从侧面知晓了暗黑大帝的目的，侵占大咒，毁灭9界，竟然就是想要引出苍穹神域。难道只有毁灭9界的这个方法才能引出这大咒的最终秘密吗？对于这个苍穹神域，萧炎同样是感到十分的好奇。暗黑大帝都那么强大至极了，为何还要侵占大咒，掀起神灾浩劫，天古纪元的落寞，曾经的繁华辉煌万物全部归零，所有的一切都重新开始。不过值得庆幸的是，那几位无上大能拼尽一切，至少将那暗黑大帝彻底的解体封印，保住了大咒9界如今的圆转。其中的万物神灵也都在时间长河流逝下开始逐渐的恢复，诞生出新的生命体、新的大道、新的造化、新的法则，正恢复着曾经繁华辉煌的天古纪元时期的新世界。
在这新世界的规则之下，诞生出了许许多多的神之天骄、天命之子。在新一代的天命之子中，更是可以冲击成为纪元之子的资格。原来那恶魔掀起天古浩劫，就是想要毁灭九界，引出苍穹神域。现在看来，这苍穹神域才是那恶魔的真正目标。萧炎的思路也开始朝着那大纣最终的秘密思考起来，能够令那位毁灭级的恶魔都极其想要引出的这个苍穹神域，那东西究竟是什么？它又代表着什么？没错，那神典中就是这样记载的。不过那神典几乎也不是很完整，丢失了很多关于天古纪元时期以及之前的信息，只留下这么多让后人知晓了。此时，无量神山之主也将关于那本神典中所记载的所有信息都一一道完。看来，只有完整的神典才会更清楚地知道天古纪元时期以及更之前纪元时期的信息了。不过很可惜，无量神山之主所看的神典是残缺的。不过也就是这样的一本神典，让的萧炎对此有了一丝兴趣。能够记载着过去如此久远的烙印，怕是那本神典也不是寻常的存在。前辈，你在哪里看到这本神典的？萧炎问道。听着萧炎这样一说，无量神山之主的记忆仿佛回到了他年轻时的记忆。记得那时他还是自己家族中的一位少年，身负强大的力量，并且也是一名天命之子。曾经年轻时的他也拥有着很多羡慕目光向他这位天命之子投射而来。当时他也成为了同辈中最强的第一人。不过后来我们的家族受到了那些魔物的入侵，整个家族上下无人幸免，唯有我在家族族长的全力保护下才脱险。后来家族族长也没有难逃那些魔物的追击，为了掩护我脱身，与魔物拼死一战。原本辉煌的家族就在那些魔物的入侵下，在一夜之间整个家族毁于一旦。无量神山之主想起这段他一生中最悲催人生的片段时，虽然过了很久很久的时间，可是却仿佛就发生在昨日一般，历历在目。最后也是将自己的一些经历讲给了萧炎。听闻无量神山之主那悲惨的片段，萧炎也是感同身受。当年斗气大陆，自己的萧家何尝不是被人赶尽杀绝？要不是最终突破到斗帝层次，也不会有如今萧家的辉煌，也不会有如今成就的炎帝萧炎了。不过话说回来，能够让如此辉煌底蕴强大的家族在一夜之间就被那些入侵者屠族抹杀，怕是一个惹不起的可怕存在。不过从无量神山之主口中的意思，出现过魔物。前辈，你的家族难道是被灭神府那些魔物抹杀了全族上下？萧炎有些骇然，因为按照无量神山之主的年纪来看，至少也有数千万年了，而且千万年的时间相当于接近天古纪元时期。难道在那个时候，这灭神府就已经存在了？这般想的话，这灭神府恐怕更加的不简单了。虽然那些全魔实力在天位神，但在全魔之上还有更为强大的魔物存在，能够抹灭无量前辈那时候的家族。恐怕出手的已经不是全魔级别的魔物了，而是全魔之上的魔物。至于是不是如灭神府府主出的手，就不得而知了。毕竟灭神府之中的实力等级体系还不够了解，这就是灭神府方神秘之一，很少人了解其中的信息，包括无量神界的无量神山之主都很少知道灭神府的具体信息。他们那些魔物行踪非常的诡异莫测，根本无法猜测出来。无量神山之主点点头，表示正是这些魔物对他家族发起的入侵，所以这个仇他也一定会报的。只是奈何他的实力目前无法做到对抗灭神府，虽然自己的实力已经达到了9重天位神，比起那些超神巅峰势力有着比肩的姿态，可是面对灭神府这样的神级超神势力存在，还是远远不够的。一个大龄全魔就能够抗衡自己的力量，并且自己还有主场的加持，竟然还无法占取优势，并且还有着落入下风的局势，更不要说去对抗灭神府中比全魔更强的大人物存在了。但就算现在没有实力去报仇，但此前在元尊的指点下，无量神山之主也是领悟了一丝大纣道义。如果能够彻底的领悟其中的玄奥道义，那么就可以突破天位桎梏，成为一方大能者，站在那些超神巅峰势力之上，比肩神元宫、灭神府以及神指联盟这些恐怖的势力了。不过萧炎在与无量神山之主的交谈中知晓了更多信息，而最为重点的就是那本记载天古浩劫之前信息的神典，竟是再有一次进入一个极其奇幻的空间中所得。当时似有一道火芒身影的大能出现在他的面前，告诉无量神山之主说：你是为王先驱的天命之子，是为真正的天命之子做出一定的牺牲，我能给予你强大的力量，让你的实力彻底突破到巅峰天位神。至此，你要答应我，你要永远的留在无量神界，作为这一方神界的守护神，掌管好我所布下这里的封印神法大阵。如有什么异动，必须全力阻止一切想要破开封印的东西。无量神界是你的主场，在这里，你就是最强大的存在。这些话就是那位火芒身影的大能告知无量神山之主的。至于力量，也是那位大能给予的，就仿佛他能够改变一些法则的运转和规则。听着无量神山之主的讲述，萧炎也有一定的了解，看起来好像是那位大能是故意而为之，就好像他在下一盘棋，下棋之人就他一人。他们这些所谓的天命之子，就是棋盘中刻意安排好的棋子，能够轻易的算到大纣未来的演变，怕是只有改变法则圆转，那传说中的无上大能才能做到。所以这一切就好像是铺好了所有的路，
这些路的过程所经历的虽然都不一样，但是这些路的尽头都会全部连接在一起。这条路的尽头就是那位无上大能下这一盘棋的最终目标。一切的安排都是在为王先驱，等待真正的天命之子出现。所以不管是不朽大帝还是无量神山之主，都是同样的一类人，同为天命之子，可是却都是为真正的天命之子做出牺牲，成就未来真正的天命之子诞生。在萧炎的脑海中也是得出了一些结论出来，想必那位无上大能布下他的这一盘棋局，至于这棋盘该怎么走，怎么落子，都不能是棋子自身决定，而是那位下这盘棋的那人决定着这一切。可是那下棋之人究竟是谁？为何他会有关于记载天古浩劫之前甚至更久远的纪元信息？这般无上的大能，怕是寻常的无上都做不到。这简直就是最直接改变了法则规则，让一些不是天命之子之人变成天命之子之人，改变了他自己本身的道路，走进了被刻意安排好的道路之中。为何他要怎么做？他在准备什么？在等待什么？而那些天命之子所走的路之尽头，那里又会有什么东西在等待着他们？诸多疑惑的问题全部都在萧炎的脑海中一一浮现。他无法想象，竟然连无量神界天花板站立的无量神山之主都是其中的一颗棋子。前辈，你说的那个无上大能他是谁？现在的萧炎特别想知道，做这些庞大布局之人究竟是何方大能？至于萧炎的问题，无量神山之主则是摇了摇头，道：他的身份老朽也不太清楚，不过有一点倒是和你很相似。和自己相似？萧炎眼神微微一变，紧接着无量神山之主接着说道：那位大能怕是一位无上，身上所散发出来的火芒就与你施展神火时很相像，而且最重要的是，那位无上火芒身影的气息与你施展那股金色奇特力量时非常的相像。这一句话道出，让的萧炎就像是发现了新大陆一般，有所震惊了起来。因为传说中的无上气息与自己在焚神形态下的时候非常相像，这么说来，无量神山之主所说的就是焚神之力了。可这焚神之力乃是自己修炼的焚神诀，焚神九火。焚神之力难道与这位无上大能有关？而且之前从焚老口中得知自己是被焚诀选中之人，难道说自己也是这盘棋中的棋子吗？如果真是这样，那自己从斗气大陆开始，斗帝之路、圣品之路、主宰之路以及成神之路，不都是走在了早已经被布置好的道路上？如今萧炎的实力很强大，甚至都超越了其他神之天骄的天赋，可这些在萧炎认为过来，这不属于自己真正的路。虽然这条路能够让自己变强大，而且那提升实力的速度更是远超其他修炼者，这是谁也都羡慕不过来的。在这弱肉强食的世界中，唯有实力为尊。但是对于萧炎而言，自己所走的路不应该是别人已经布置好的路，让自己去走。我就是我，可不是被人内定的棋子。这就是萧炎骨子里的热血勇敢，不惧生死，只求一心变强，来守护自己身边最重要的人和事。焚诀，既然你选择的人是我，那我便是你的新主人，独一无二，不可替代。萧炎鼓舞着自己的那颗坚定无比的心，这就是萧炎本身的道。霸道，我不知道你为何布下这样的局，但我的路就是自己经历生死走出来的，所以我不是那颗棋子。如果可以，我要变成那下棋之人。虽然萧炎知道了自己也是一颗棋子，但是也就是因为这样，纵使他的心境更加的坚韧不拔，屹立不倒，心中自己的那道信念也是变得越来越浓郁。也从无量神山之主给的信息中得知，这位无上应该就是焚诀的创造者，也是焚神之力的原本拥有者，而他应该就是焚神。当然，这也是萧炎的设想，至于是不是真的，还有待以后考量。但是之前对战拳魔的时候，只要自己施展出焚神之力，他们的嘴中就会说出这是焚神的力量。如今这些线条连接起来后，那就说得通了，与自己的设想高度吻合。至于焚神的信息，萧炎就不得而知了，日后还得要好好的到焚老那里了解一下。以前问他都不说，这一次焚老怕是也不好再隐瞒了。萧炎整理好这些思绪后，对着无量神山之主坚毅地说道：前辈，看来我们都成了那位无上的棋子，不过没关系，天古浩劫，这位无上应该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从而守护了现在的大咒9界，至少现在大咒是正常运转的。虽然我们都是棋子，可是在这条已经布局好的路之尽头，我相信我依旧是我。既然现在已经踏上这条路，那就好好经历这条路走下去，让那位无上看看我萧炎的不同之处。闻言，无量神山之主被萧炎这股气势所震惊了一下，没想到此子年纪也就100岁，竟然有着如此霸道气势。如果换作之自己的话，怕是无法说出这样的话来。想要跳出无上布置好的路，更是不太可能。就算当了棋子，那么对于无量神山之主而言，都是一种荣幸之至。无上乃是大咒的最高境界，也是主神领域中的最强存在，掌握大咒部分法则之力，更是能够改变一方世界天地的规则。如此神能，怕是在整个大咒中都很少主神能够做到。也就是这样的无上存在，才将那天古浩劫平息下来。虽然那神典之中没有记载天古浩劫最后是如何平息的，但至少可以肯定是，当时有足足5位无上联手对战了那毁灭级的恶魔。而布下这样庞大棋局的那个人，就是这5位无上中的其中一位，也就是拥有焚神之力的焚神。萧炎也已经大致知晓了
关于天古浩劫的信息，以及那5位无上联手对敌。至于其中的细节方面，还需要日后萧炎慢慢的去发现。同时也可以想象得到，那毁灭级恶魔的恐怖力量，竟然在5位无上的联手拼死对战下，还是没有被抹杀，还只是被解体封印了而已。更重要的是，灭神府之人竟已经出手，开始解救这毁灭级的恶魔。而一旦被解封，那么又会发生一次天古浩劫，那对于整个大咒9界来说，就是一场不敢想象的噩梦。这些事情加在一起，使得萧炎那颗变强之心愈发的跳跃起来，体内的血液疯狂的燃起，神火也是在这一刻，在萧炎的体内发出嗤嗤嗤的炙热恐怖之声。感到萧炎身上所散发出来的炙热气息波动时，无量神山之主一脸满意的看着萧炎，缓缓点头。萧炎小兄弟所修炼的火道可真是霸道绝伦啊，并且还有着那位无上的气息，想必你也是天选之子，以后可谓是前途无限量啊，就连老朽都非常的羡慕。能够让一位9重天位神的超级神只说出这样的话，就足以证明了萧炎在他眼中的分量，并且萧炎又可以吸收炼化多种神火，这等别人都不曾拥有的天赋，就已经远超其他修炼者的天赋了。就算是一些超神势力中的神之天骄也是不及。同为那位无上的棋子，自己是魏王先驱，而萧炎怕是真的能够在这条路上走到尽头的那个人，这也是无量神山之主有这样的感觉。至于是不是，那只能用时间来证明了。接下来与萧炎再简单的交流了一下后，知晓萧炎日后要前往诸神万界，那个地方才是第1等级世界真正的深水区，其中的神只可都是无比的强大，所以无量神山之主也是给萧炎诸多的神之资源，能够提升一些实力。这第一件先是给了萧炎能够提升神元之气的彩色神亮天元池，一道巨大无比散发出极其原始精纯的天池出现在了萧炎的前面虚空上。看着天池中那彩色之水，萧炎体内的神元之气都开始了蠢蠢欲动起来，隔着100米的距离竟然还有着这样的影响，不愧是彩色的神亮天元池，比起之前的紫色神亮天元池更加的浓郁，甚至给萧炎的感觉，如果自己将其彩色神亮天元池中的能量吸收殆尽的话，至少可以突破到4重天位神。只是没想到的是，无量神山之主竟然把这样的资源都给自己了，一下子也是让得萧炎有一点受宠若惊。这彩色神亮天元池在无量神渊之中都未曾遇到过，就连实力达到6重天位神的4域天神君此前在无量神渊中都要得到的东西，现在无量神山之主直接将这样的好资源给予了自己。萧炎也不是什么矫情的人，如今自己需要更多的神之资源来提升自己的实力，所以对着无量神山之主，萧炎便是恭敬地感谢道：哈哈哈，不必客气，既然你我皆是被选中的天命之子，而且你又拥有着与那位无上有着相似的力量，我便尽力地帮助你一把。这彩色神亮天元池可是极其稀有的存在，其中有着诸多巅峰天位神陨落后留下的残余能量，随着时间的积累才凝聚出了这样一道彩色神亮天元池。老朽的实力已经是9重天位神，不太需这个东西了，给你是刚刚好合适。过段时间我也会闭关去领悟大咒道义，准备突破止步了我这么久的天位桎梏。的确，彩色神亮天元池是一个非常的好的资源，这资源要是被5重天、6重天、7重天位神的神指夺得，都是能够突破自己一个小境界，这对于高阶天位神之下是可遇不可求之物。但是对于准备要突破9重天位神之上的神境领域，更多的是要领悟自身的大道，只有这样才能对自己有着全新的突破。萧炎一边感谢着，一边心中已经是激动万分了，这东西对于萧炎提升实力实在是最佳之物啊。然后打开自己手指上的那件，将这巨大的彩色神亮天元池给吸纳在了内戒之中，然后非常满意的看了看手指上的那件，旋即才将刚刚那激动无比的心给压制下来。看着萧炎将彩色神亮天元池手下，无量神山之主满意的一笑，接着继续说道：老朽还有很多强大的宝物以及神技，可是却不适合你修炼。不过我想了一下，还有一样东西非常适合可以传授于你，那就是我的成名绝技之一的神行七步。神行七步，萧炎听到这4个字，就感觉到无量神山之主的这道成名绝技是非常恐怖的存在。这神行七步乃是一道身法神技，你可要好好的领悟了。说着，无量神山之主便是将食指和中指并屈，其上有着一道白光浮现，然后对着萧炎的眉心处轻轻一点，那道白光就进入了萧炎的脑海之中，一道充满极限身法的画面浮现而出。神行七步，身法神技，每踏出一步便是能够催动出惊天动地的力量。第一步为风步，只要催动，那速度如风般的迅猛。第2步为电步，迈出的瞬间，施展者的双腿就会出现闪电，仅仅踏出第2步，就如一道闪电消失的无影无踪。第3步为雷步，不仅速度快，而且还带着恐怖无比的雷霆之威，可以做到身法攻击，可攻可退。第4步为云步，只要练就这一步，那么身体犹如白云那般轻柔，就仿佛没有任何的重量阻力，其速度更是一绝。第5步为闪步，这一步迈出，只看到施展者的身影一闪一闪，
实则本体已经在100万里之外，做到了一闪的瞬间。第6步为逍遥步，注重身法的物理伤害，手持武器也能够使得武器得到逍遥般的速度，既能近身攻击，也能远程伤人。逍遥身手敏捷，步伐如逍遥，爆发力更是极强，同时还能够远程削弱敌人的攻击力，控制能力极为出色。萧炎将这神行6步的信息全部的吸收自己的脑海，至于那最后一步，并没有说明。画面在萧炎的脑海中消失后，旋即缓缓地睁开眼睛。怎么样？是否觉得这身神行7步非常的适合你？在日后，如果你遇到更强大的对手打不过时，就可以施展神行7步逃跑。只要对方的实力不是特别碾压自己的，就能够100%的在其手里逃出来。而且，你如果彻底的练成第6步逍遥步，那么你的速度和战斗力更是会翻倍的提升。就连老朽如今也只是练到了第4步，至于后面的几步，我也是无法炼制成功，因为需要更多更强的神力才能将其催动。此话一出，直接让的萧炎愣在了原地。9重天位神实力的无量神山之主也才练到了第4步，而且仅仅第4步就能够成为自己的成名绝技。那么这身法神技是多么的可怕？究竟是什么等级的神技？难道是绝世神技？